不过对于 GR 来说，他们这个阵容应对邦邦还是有一定的应对能力的。他们如果观察了昨天那一场成都GG的比赛，也是新安梦梦拿了一个3抓嘛，就是邦邦那一局。在中期续不上节奏的时候，就是西安梦梦跟我们前面说的嘛，你看3连是箱子，到墓碑都有箱子，但是小门没箱子。小门特殊点在于它是整张地图比较密集的一个板区，能够进行一个好的牵制。就是你是去牺牲幸运儿他的一个摸上线的一个能力来了，应该还是去往幸运儿的方向。我觉得这个位置你看到小地图上的幸运儿，你肯定忍不住去看一眼啊。 你不敢放，它的一个上限创造性太强了。对，而且它尤其在第一个宝箱还是有可能会翻车的，对吧？嗯，万一我出了一个不好用的道具，还是蛮有压力的。幸运包裹要不要？开了，球还是开到橄榄球了。那这样的话还是挺好溜的吧？双弹飞轮，然后加上一个半颗球的道具。西安梦梦这里也不着急，前期雷还没有攒满的情况下，先进行一个追击。 是的，等雷满了再用5秒雷进行压迫。这里中场已经铺垫好板子了，那前期2个弹射交的是比较舒服的，防范一下小铁继续绕大法。你现在这个思路的话，基本上就是奔着前期去争嘛，因为他其实大天赋上只带一个张狂。5秒雷，但小铁其实走位一直都比较好。看这波2连雷，炸到了一下，对的，飞轮已经好了，提前先拉球。 移形贴脸有秒人机会，但是飞轮怎么说？飞轮是规避掉了雷的伤害，但是实体刀是吃了个实打实。是的，但是没有被秒的话就是赚的嘛，等于说你移形去开了我一刀。嗯，而且庄园老友刚刚跑的也比较远，看这个遥控雷怎么样去操作吧。先躲2连，哎，但是这个2连精准的收下了，是的。那密码机3个70。 气象已经贴过来了吗？是的，阿策已经过来了。有化险为夷。求生者来讲的话，如果他们能把2个化险为夷给掏出来，这把机会还是很大的。嗯。开始塞雷，阿策的话也想尽量的卡一下椅子上的淘汰进度。是的。先铺一个15秒雷在脚下，看一下强风直接吹硬掏，好操作，无伤救啊！ 幸运儿是直接打算冲到大房的角落去挂的久一些，或者说古董商直接可以过来 OB。那我们直接看到了气象它的一个强势之处啊，这样的话我的救人压力是很小。但是通缉到卡梦的古董以后，也是遥控雷先给了一下，对，被炸了一下。现在你这个 OB 就有压力了，但是我还得炸到了，不能上我也得硬上，再躲一下，拖时间吗？因为这个位置是有地下室的，必须要去 OB。 扫下来，但是应该只能拖一个擦刀时间。是的，卡梦的还是先站住地下室的口子，还差一个扫视，这个扫视要来吗？感觉的话，像我们讲躲了，直接去往远拉，但是这个棍没有贴到墙上，那还是挂到了一个大石头上面。身后的话已经是无心贴过来了，但是被看到。 又是一个遥控雷，提前炸到了，那这个救人还是有压力的。是看这个时候能不能蹭个表，触发失乐园以后再进行一个救援。是的，但是有双倒的风险，感觉大概率要双倒。走位很好，这里炸下来了，已经抛下来，但是打到的是幸运儿，这波没有拿到这个双倒。嗯，其实这一把的话，2个化险为夷都套上，而且并没有双倒，邦邦的一个手椅节奏是没有很大的一个空间的。是的。 他没有靠这个手椅去滚到雪球嘛？那等下外面靠我这样的一个气象，把状态一补，开门战还是有空间拉扯的。对，这就新安梦梦是单移形单张狂，没有带挽留的。对，所以对于他来讲，现在就是要趁这个密码机不够的时间再去扩大自己的优势，对吧？一旦这个密码机亮了，可能对于求生来讲，他们就优势了。对，还得找机会移形拉近距离去秒一个。没错，已经进行多修了。 无心在小推，然后另外2个人在小门合修。来到2号机，那大副的话，这波牵制还是有压力啊。我在想他这个表能不能省下来？如果能省的话，其实不敢省，对，怕后面没有人能救下来。算了算了，遥控好像炸到了一下，后面的表能摇到吗？摇到了。是的，走位还是很灵巧的。
狂轰乱炸是没炸出来。那么这个移形其实交的话也有点风险，想了想还是不交了，先密码机压好了，应该就针对大副。那那大副后面没道具了，墓碑是地窖，走一大空地，应该是很难规避这一波的连雷了。好走，一个3连要倒。 短板还能搏一下，要冲地窖吗？小门点的还只有一是比较少半，，他只能往碉口上去贴，逼你挂人，然后队友呢能够顺利去把门点开，那就是一个平局。平局节奏。移形再去小门，门已经点开，应该是没什么说法的。其实刚才就是一个抉择的点嘛，对吧？像我们说的，你不敢去省这个怀表的话，那你确实开门战，你来讲我也不吃亏。可以。那我们 BO3的第一局里上下半场都是邦邦啊。而且看一下年景过往的一个班率20%，演了2次，胜率50%。突然穿越了，对吧？回到21年、22年了。 来看一下继续选择中场冒险家方面拉点3连的一个园丁，可能要首当其冲。好，看一下开局。您的话是直接选择往大房大门这个方向走了。年景也不着急嘛，反正前期先跟着脚印。是的。后面的话，你这个盾也迟早得消。但我觉得双方很默契的都选择了一个张狂八卦阵的开局啊。对。 5秒雷压迫，没错，这波连雷，哎，想把盾先破掉，但是还没有炸掉，没破掉，雷也没了。提不下这个走位的话，现在我觉得年纪就是不能交雷了，得等到盾破了以后硬等下一个。这样的话，即使能把盾破了，手里没雷杀不了人啊。是的，就进入一个牵制邦邦的节奏了。 邦邦就是看雷多雷少的，这里哎，但是单雷炸到了，他可能觉得是一个遥控雷，遥控2连炸到一下，好高，直接秒交移形当闪现用，漂亮！突然的一波逆转，从这个单雷开始，直接连拿了2炸，然后再通过移形秒掉。是跟上一局不同的点在于，同样是庄园老友，但是他这一把并没有吃擦刀，所以说。 为什么上把能牵起来？因为他带的双弹飞轮，但这把你带的是双弹搏命，少个飞轮，你没有这个飞轮去躲炸。先塞个雷，这里也是让马尾过来，也同样携带了化险为夷，因为那边守墓被通缉了嘛，蒲草这边也要过来去协助一下队友辅救，炸一下铲子，但现在铲子要炸2下才行。是的，感觉是被炸出来，哎呦还好这个走位很好，再冲过来直接给一刀掏下来。 园丁也吃了一炸，本来就没什么牵制空间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应该更多是倒到离椅子远的地方。2连雷，应该还是能打到。那倒教堂嘛，肯定是没26了，就看这把冒险家他们这个密码机修的有多快了。是，同样的是中场有地下室。是的，魔术师现在已经在来的路上了，看一下年景他选择挂的位置吧。还是想触发化险为夷多拖点时间的。是的，想要求稳吗？来了，是直接求稳，先保平，后面拖到移形，再想办法去找一个人。守墓人其实现在还挺危险的，没有人敢去跟他打状态。先塞2颗雷，看你敢不敢秒救。那其实我觉得。 是可以直接卖了，因为你再下来救的话，你可能就救不下来了。就只是卡着2名而已。冒险家还被通缉了，所以说接下来卖掉的话，年景的一个追胜面是很高的。他直接选择移形过来，趁园丁这个淘汰进度比较极限的时候来起追冒险家，而且直接炸到了。是冒险家手上感觉这个雷也躲不掉，还好有飞轮，但是吃了一擦刀。哇，这么极限！我说话，年景他真的对于刀器的把控很有研究。 他的邦邦，他的歌剧，他每次出刀都是那种很极限的刀。那单飞轮的冒险家现在是很容易被击倒了。是的，架住长窗，要被秒了，而这个位置还有地下室，又是一个遥控雷收尾。那守墓人可能要跟魔术师换一下位置。是的，哦，应该不换了，因为换的话，首先啊，守墓人修得慢，其次呢就是可能一个遥控守墓人修不了。确实。
但是你现在问题也来了，我就算不挂地下室，我这个手乙在这里，一个一炸走的守墓人，还真的压力有点大呀。应该是直接不救了，已经准备去贴小门了。可以，我觉得考虑职业量，然后点门去跟帮忙抢这个时间还可以，因为他的移形刚好是差30秒。对，对你这边开密码机，然后点门的话，可能刚好他这个移形好不了。年景一会就得做出选择，到底是死抓魔术师呢，还是得防一下魔术师救人？应该还好吧。冒险家这边吃到了那个雷，他是救不了的。对，所以说只能就看魔术师能不能边牵制边往小门拉了。对，小门应该是完全拦不了的。年景这边他是想要争一个3抓嘛，因为小门他管不到了。往回架，门已经开了。是的，那就看马尾的个人操作了。不过这个时候移形也已经拖好了，而且地窖的话在墓地啊，方向有点远。但这个大模型其实年景也不太好去用连雷炸到魔术师，魔术师也不敢直冲，毕竟一大片空地是很容易吃连雷的。是的，说话年景手上这个移形不交的话，马尾还真不好走。对，反正年景也就是看一下远程雷炸，是的，能炸到一下就是当抽奖一样。魔术师你在卡视野，因为有小门的身位，怎么说？这叫魔术棒加速，想硬冲，只要躲雷就可以。这边再走位躲掉一颗遥红雷给到，还有最后的3颗雷，能做到吗？被震了一下，炸到了，一刀收走，很漂亮，非常冷静啊，宁静。那最后是拿下一个3抓，突破了平局。没错，在第一局成都机械来说，他们先让这个先问梦上，就是想让他拿分。是的，攻击性得先表现出来。就全程逆版本又怎么样呢？对吧？我的熟练度够高，我相信自己啊，然后自己的钩爪去应对一下。是的，应该还是一个破轮并换的一个 solo 局啊。对，你这个位置抓好。前期听到辩论了，也可以在旁边这个机子的双窗想找一找。但是卡蒙这个位置的话已经贴好了，所以说还是不想追，选择直接换人了。看到2站上面有人了吗？哇！想来2站找一找，但2站上面才有人，刚刚是点站台去了。他这边直接坐在车上不下来了。对，有心跳，我直接不下车了。从左边上来，那我从右边下。你变轮的话，我还可以去绕这个站台。觉得话非常有灵性啊！直接坐云飘走了，你说说，而且其他人做得到吗？这个气象学家摊手，直接落到了这个滑梯上，那又得变人逼吧？是的，你上去的话也可以先把他赶下来。看一下能上到1层，有了，有一层。直接一个风吹走，我在坐车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带了移形。移形看能不能打震慑，这边来得及吗？来得及，感觉震慑有了，漂亮，熟练度很高啊。对移形的一个理解，没错。其实我觉得他这个移形可能一开始打算我站台抓并换的时候，你交钩我交移形，对吧？没想到这个车派上用场。就这样地图的话，确实比较需要用移形去克制一下场景道具。是的。那这样的话，可能也是派出卡梦来进行一个救援了。当面左马交钩，但钩没打断，还好有飞轮。前面一个夹子是没有夹到。那给到一个救援以后，有一定的2-6空间，开启2阶了。是的。阿策手上是有飞轮的。他这个位置应该还是画一个云，对，然后等你变人的时候，我再坐云飞走。飞轮先躲一下刺。再一个层云，直接飞走了。那这边还要再变轮，不变轮可能追不了。佣兵的话可以考虑过来补一补终点站的密码机。他这边2个选择嘛，一个是坐木马，一个是坐车。他选择坐车。哎呦，又坐了一波车，但是破轮太快了，他这个车完全是来不及到终点站。又得打一个震慑，不过现在无所谓，时间拖出来了。后面2台也在破译。佣兵可以边补这台密码机边卡血，是的。而且你还处理不了佣兵，你得先把人挂了。
对我，在想他要不要边轮再上木马，切个时长，直接把脸上这个密码机给踹了。确实他有这个想法。哎，说来就来，所以刚刚其实别踹。吴昕还是抢开这台会好一点，对对对，其实我觉得佣兵就没有必要去撒手了，有足够的时间嘛。亮了的话，破轮就不好守。那这样就无伤救。但是求生者这把的一个节奏应该是知道阿策应该是活不到4人开门战了，对，所以干脆就是阿策牺牲自己，赶紧带走遗产，让佣兵在化险为夷期间就能够给遗产一点压力。是的，补一补，可能甚至最后还是差机子的话，还得打打拉扯，要多修一台。他们现在就没有办法嘛，只能自断一臂，对吧？赶紧把气象卖掉去修密码机，因为也知道你底牌交了，而且你这把是没有挽留的。所以说开门战如果密码机能亮的话，还是有一些操作空间。是，外面的2台都亮了，还有一台应该是起点的密码机，那这个跨度很大了，起点到终点。我破轮的一个机动性还是不能小瞧啊。调佣兵回去，但吴昕这里也已经在活木马做好了准备。他很谨慎啊，完全就是你那边没有辩轮去追我队友的话，我是不会去修机的。再逼一个那个吸血，吃一个擦刀嘛，就跟邦邦一样，我不吃你的雷，只吃你的石刀。再去起点的话又太远了，继续上木马。这个就是破轮他可能比较难受的一个点。那我只能不停的去辨认。也是交互腕拉开，是的，这波可能起杀心了，一直在变。但是有车可以稍微坐一坐啊。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要面临那个问题，就是我比你快，好像你会被我打断。时间拖出来就好了。上次的话可能也是悲观，哎，吸血悲观啊，好，那这样的话等密码机压好冰幻再救一波。是的，就是 GR 整体对于这个场景道具的应用太娴熟了，旋转马、滑梯、过山车，他们玩了个遍啊！而且这样确实是把时间拖得很久。辩轮的话可以直接救一波，这个时候再去2战守这台密码机。小铁90的一个密码机，这边选择辩轮要踹一脚，不管了，但是手上人没了呀，没人了，所以说现在求生者又能进行一波拉扯。对对对，反正他要拖时间嘛，那你这个时候终点必须有人去给压力啊。想逼一逼小铁道具，但是小铁在吸血没交的情况下，先交火箭，可能要被秒。飞轮夹，看这个板区博弈，下一个将他马上就好，可能要被秒。往外走，但是身距的话拖不到他的火箭好呀。那这样吴昕已经做好了救援的准备，另一边终点的密码机也快压好了，应该是正常救，想办法得有人去起点，想挂架势。这一波的话就肯定是出不去了，只能打一个手椅。以破轮的开门战机动性，还是得点2个门啊。而且这把求生者道具其实也不算多，每人就1个道具。所以说开门战也没有那么好拉扯。哎，选择直接亮，保佣一个满状态。已经算出来了，这里是没挽留的。打哭手一刀。那重点已经在点了，看一下香油模式选择管门还是去追半状态？必须管门，因为脸上2个人都有道具，假如不去管门，门开了，那可能3人3跑。是的，先管门的话，至少其他2个求生者还得去起点点门，会很慢。但是这是一个有飞轮的病患啊，他其实操作空间蛮大的。对，这里飞轮躲一躲。那现在我还能吃你一个石刀，而且有一个钩子，地上的位置他们是知道的，刚刚走过。我觉得这个钩爪得留一留。是的，先给一刀。那这个时候香梦他也得第一时间变轮，还得再去上一层次。有车能遇上。卡梦这里怎么说？这里直接起钩往地叫飞。可以飞过去。这个时候香梦要坐车再下来再走路。起点门已经开了，这个夹围观的距离能够吗？走位躲了，队友地窖已经开了，能跳下去。漂亮！你看破轮这个角色，山河公园的话，我这张地图我是不怕你说你能够去跟我拉点，我一个空中飞人我就可以跨过整个半场了。对，前提是前期能拿到1阶开刀。就喧嚣他的一个这个有点像胡锦村的那种选定。对，但是这个，但你别说，最后年纪选在这里，求生者是很占优的。是的，对吧？你进鬼屋的话，空军有狗的机会，甚至是开局想直接对枯草下手吗？
这也能追，这有点凶悍了吧？但是枯草走位很好啊，双重惊喜一个标记没上，起点佣兵，而且边上就有过山车的呀。想着闷一个化险为夷。哦，这交互腕。但弹到另外一块板区这个位置的话，还是要等一波去坐车的感觉。两个标记，对的，直接弹秒坐车，秒飞走，等于说你2个球白上。而且是防了一手移形，你移形没好，还得走过来。啊，枯草，他这个护腕的话没有任何问题啊。再弹，道具交完，想打一个远程狙击，但没有狙到。18这个狙到了，隔着墙，小透不算开。太准了。然后18这里给到一杆枪的辅助，但是这把是可以换抓18的。没错，反正都没道具。哎，但他手上有一个移形，他要不要考虑接着追佣兵呢？反正你坐车走的话，我可以移形去逮捕。来了，一个落地，哇，2个人同时落地，比18落地还快，那可以直接追空军了。空军这里是没飞轮的，斜角边第2段再跳过来，给一个双球，上成功了。还差最后一个白色的标记，移形一交过来，但是过来的有点晚了，有点慢，对，那还是等，哎，一个偷袭打头，漂亮。另一边应该是移情已经补好的状态，空中飞人过来把18收走以后，佣兵没道具啊，摸了一个魔术棒，魔术棒没有太大的帮助，是的，可能还是要双倒，毕竟你面对喧嚣的一个手椅，还是要有位移能力才行。确实，而且这个距离有点远。说实话，对于炫香来讲，他这个手椅空间很大。是，耳鸣应该排到了，已经看到了。说实话，这个人不好救啊，直接上双球。怎么说？给到一个白，开出2阶，直接在一个白直接一个震慑双球，根本想不到。说实话，不怪枯草，我来我也震慑，都会翻，没想到这2个板子都在。主要是他想不到你能通过一个完美的双球去打一个震慑。马尾已经过来补位救人了，但是他操作太好了，没有化险为夷，他只能尽量的多拖点时间。年景也在等双重惊喜。佣兵自起的话肯定是来不及，这波只能让心理救了。对，走位很好，双球想打双倒。心理这边也差一个不好溜，一个让谢幕直接击倒。他其实现在完全已经把节奏掌握在手里了。顺便挂一下，对吧？他这个节奏已经好的不是天地为和物了，说实话。他把空军放了都无所谓，空军干不了事儿，就能修一点笛子。2个人都挂，还得逼你气象过来救人，而且你18还在我脸上，你是一个上挂飞，你完全不敢暴露在我的视野之内。那现在知道18位置可以杀呀，还要追，双重惊喜定一下位置，移形要不要直接清扫？一个空中飞人飞到脸上，这个空中飞人理解太深了，这个熟练度真的太夸张了。拉进神距，那边无所谓，给你气象救2个人也没关系，我只要把这边上挂飞一淘汰，平局是手拿把掐的。你在干嘛？你在救人，你根本没有人修机。是的。那空军这里只有反弹也交了。还有第3段，哇，那没办法，边位移边绕场谢幕，边给刀抽到了。还有双重惊喜的一个压制，你根本没有任何的走位空间呀。好不容易救下来，还吃了个通缉，移形就在手上，要不要直接找飞过去？那你现在还是一个半状态，而且手上是一个魔术棒，没有任何的牵制空间。标记规避了一下，但是还是上到了2个，只差一个红色的标记。看一下这里短板博弈，哎，翻回去了，还是很秀的。那等下一波的一个技能组，但是走位被压住了呀，他转不了点。双重惊喜，走位在躲，想隔墙上红，瞄一下，这位置不着急，等第2段。哇，好秀啊，枯草！对，还在撑，但是还是被打到了。8秒。对的。密码机的话，其实现在舞台的进度是差不多的，但是你人得救人，还得跑位。而且这把炫耀是携带了挽留的嘛，就算你现在密码机能压好，对吧？他在保平啊，就保个平就够了。对，他只需要去针对佣兵就行了。皮皮虾这里补完起点以后。准备过来救援，然后打一个拦截，那你气象这边可能得交道具啊。技能一直被红糖给锁着，好难受。跳过来锁，可能震慑。哇，又来吗？
就是只要熟练度够高，是的，喧嚣对于自己脚底的一个色盘的理解是非常深的。对，我觉得你是年纪，因为我之前我觉得我见到的喧嚣他们一般都做不到，但是年纪他连着来2个，就是我提前去控这个球，然后让你去翻的时候，我同时给你上双球，去完成一个震慑，太有理解了。那马尾在对面找到时间问题啊，双重惊喜是有排人能他直接力的。一心移过来，这边双重惊喜能直接定，而且耳鸣也排到了右边，已经发现了人的一个具体位置是在里面，而且他这边可以一个双重惊喜直接贴到脸上。心里没有道具，空中只有猜测，砸了个头，但击倒只是时间问题。有地窖，但是气象还没挂飞，要4抓了。过来，一个击倒，漂亮的4抓，那么也是恭喜家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！年仅的这个喧嚣。可以说是教科书级别，甚至于说是教科书上都没。话肯定是有的，就看一下，如果说这么久没上的话，会不会保持这个熟练度？对，刚才我们也提到嘛，ACT 它这支队伍像狗狗，它是能够很快做一些临场应变的。你像这个大船的一个密码机，当然是给到了入殓师，那脸上的话，感觉可能要起追这个小木屋的火灾调查员了。没错。那前期就看一下火灾以及魔术的一个前置了。好的，进入比赛画面，这把的捏捏是带了底牌挽留加闪现的，是直接往中场来，想先找一下这个骑士吗？哎，但找骑士的话，感觉是比较好去猜你的技能的。对。看一下这边还是要回头去找伊森，但这个位置其实早就看到了。对，伊森也是在回头说看一下你这个龙。对的，但魔术棒放的非常及时，躲掉一刀。那这样子的话，走，哎，跟过来有刀了。哎，有没有躲掉？是的，其实这个情况，这刀有点难规避，因为你过龙了以后要贴边走。我的天，这个怎么不早呢？这个击倒有点太快了，40秒还不到的时间。因为他第一个围龙，其实你看他放的很随意，但是围龙罩的位置是没有把任何交互点照进去的，所以导致这边医生交了魔术棒，但是第一个魔术棒交的甚至是比较快的。对，但是还是没办法去规避掉第一个围龙的时间。对。啊，那这样子一个击倒时间，对于求生方来说，就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一个问题，就是你前期如果说很难牵制起来，那你后期拉扯的话会有更大的风险。哎，这边。好像是没有防到骑士过来，直接把对绕过来下来了一手。先给骑士一刀，围龙拆掉。是的。这边的话想去骗一下道具先。对，直接交了2个预测。那捏捏这里是选择不做任何的应对，先硬跟，因为现在也可以先存一下愿力，因为知道伊森你肯定是走不远的。是的。贴脸魔术棒，看一下怎么交，回身交。对，可以进到交互点还好，而且求生方，哎呦，这边的一个跃龙直接击倒，这样那导这边道具是真空期，11这里很难去规避这一刀，而且这里还打出了一个黑龙，对的，那就先去把人挂了。因为他现在节奏比较好，对，其实也交了比较多的道具。那这个人一挂上的话，还是得看求生者你要不要过来救。如果不救的话，2级奏就可以无缝续了。没错。还选择要再救一波，狗狗捏着安全气囊过来。这边愿力值的话还行，而且是一个围龙打断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可能有点不太好救了。对，换人。闪现，然后换骑士过来。那11这边的一个道具还剩最后一个，陷入公民救下。给到一刀，哇！本身是想要骑士过来帮扛一下的。对的。战术遇见一个都没有吃到。没错。那现在先把这个安全气囊先清一下，然后看一下附近的这个耳鸣范围。大家都拉得比较远，目前只有狗狗是一个半状态的情况，但是场上的密码级还是不太够。捏捏手上闪现已经是等待很久了。对的。道具的消耗程度来说的话，现在求生方是比较偏少了。对的。其实这边是已经消耗殆尽了。这里没有太多牵制空间，因为你没有及时把这个安全气囊放出来。对这个点位的把控太精准了。对。他第一个笼子刚才放的时候是完全没有火灾调查员的身位的，但是因为耳鸣的范围是36米嘛，但围笼是30米的，所以只要一照过去靠近的话，再补一个笼是能够接近人的。没错，这边飞轮把飞轮给下了出来。
愿力其实感没有觉是要卡特别够。他一个还是没办法卡到。对，因为愿力还是太少了。对的。这边想两个人一起帮扛一下。但现在扛到的话就其实有点亏，因为你是被迫要反的，等于是你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到狗狗的身上。这里有闪现的，可以先平 A 一下，攒一下愿力。对的，一刀。好，现在愿力是攒够了，直接传送落地去找入殓师，因为这边是刷过一挂，那其实相对来说你会更好解决一些。还能够人机同手。对的。哇，捏捏这个思路转换也非常快啊，因为知道你狗狗这边是还有一个安全气囊嘛，对，就不想跟你周旋太久，因为它的一个愿力值刚刚是只有一个围龙，所以说不太想去跟你一个板剑博弈了。对，刚才我们也说嘛，他为了帮他扛，肯定就希望说狗狗把这个时间给牵制出来，但捏捏的话就用了一个传送来破局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十一赶过来救人，手上还有个飞轮，想要拦截还是比较难的，先平 A 一刀。下移的话打针对就可以，只要稳稳把心焰给淘汰掉。还想要肉身来帮扛，两个人一起从后面出来，扛到了吗？扛到了。到了。是心焰吃得到。对。但是这样子的话，其实没有必要。对。一直换，不能一直换，因为这个时候如果再换的话，外面密码其实是本身你密码机抬头3台还不够的，那跛脚王现在就不挑嘛，谁在脸上要打谁，还是能击倒。对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其实一直压到了这个大船的一台80多的遗产。那外围这边的话，狗狗也是要赶去大门这边想去偷下密码机，但是远程这边捏捏是看到了吗？在往那边排了，或者他也想说骗11把这个字体给交出来。对，因为往前再走的话，自己的传送又要好了，回来了。回来，但密码机这边是一个90多的状态，不太来得及去管这个大船了。开始攒愿力，想打开门战了。对，选择传送落地，直接传，极限击倒。那传送交了之后，这边愿力值的话，感觉够不够到大门啊？90多。再补一个围龙才行，40多一个，哎呦！月龙，但是没交出来。但好在说没有回光返照，但还是一样的，就局势没变化。对于从者来讲，再次击倒，太干脆利落了。这一把的跛脚王打的有点叹为观止了，说实话。对，过来。对，很容易被破解掉。但我觉得回忆的起是他的这个战术预见准确率很高啊。是吗？真的。就很像就石头剪刀布，我感觉跟。因为我记得上一周是可以去找魔术师，对，看他自己选了。对，因为魔术师的那个点位可能没有太好。马上要揭晓一下双方的一个天赋。来看一下起追的话是直接找顾客这里。小木屋的木偶师这里要考验他能不能就是提前把这个路易给交出来，不要被。红色的舞台给烫到。对的，那隔窗的话是给了一个双重惊喜，然后命中1次，那这样子再绕一圈。但问题来了，真9这边是选择带了封窗。对，封窗的话就有效把这个点给你封出来，逼你转出去，然后逼到这个板子就把你逼回来。哎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什么？我的窗弹板弹全交了，然后这个点位还拉不开。对，身位还贴得很近。对的，再给上一个隔墙的话，会有个双重惊喜，直接变了。提前是预判了，他很有可能要忙上一波双重惊喜。对。但这样子的话，其实是能够借路易再绕回去的。没错，就这种保稳的话，我觉得是非常好。然后这边算好 CD 的话，也是没有技能没好，移形过来移形想过来补。但是这里但真9不着急啊，对，不着急，这个路易结束都可以。而且你这里肯定是不敢往外翻的。封一下呢，再变一次，完了，困兽走了。你现在。这里现在你翻又翻不了，因为你白色，你知道吧？你会有交互减速。但他卡了一个比较好的 timing 点，翻了出去。真9其实没反应过来，不知道你竟然敢翻。那就再能拖一段时间。来，还在牵制，而且他2个对已经掉了，是，他给到过客还能再牵制。这是。这一波1分30秒的时间击倒，而且还把移形给拖了出来，其实已经是很不错了。有点诡异感觉，就是，我觉得真9是想多了，真9有一点想多了。对，他在空档期的时候就有点想了后面要怎么去打追击了。对的，那看一下这边过来救人。
远程这样子的话，双经理交完，魔术棒过来赶过。交出来，加速到脸上，无伤到脸上。其实你双经理其实你现在不好去摊了，你只能硬追这个过客。因为双经理交了之后，你就没办法去摊对双刀。是的。那给到一刀。对，往海边一倒，现在没有任何的办法。密码机的话是来到最后的2台，而且这一局对于球方来说，跑一个或者保平的话，我觉得优势很大。现在。然后新的密码机在起了。虽然2阶已经开了出来啊，但是你这把是没有挽留的。其实求生者的话是可以好好去盘算要怎么去运营的。没错，因为现在暴露了什么的一个张狂和风窗都是暴露过的。没看到。对的，战术键给到是踩了一个平 A， 相持。那现在 OK 完美贴到椅子。对的，然后再去救下来。哇，2波无伤救，对于喧嚣来说，这个节奏特别差呀！现在对骑士的 CD 又好了，其实还是可以继续帮忙过来拍一下的。不用帮忙，甚至说我现在省道具，对吧？我省道具，我跟你打3人拉扯也可以。对，现在密码机的话，他们得修3台。是。那不管你是管哪一台的情况下，我都还是有2台在破亿。没错。啊，因为没有双导的话，其实就会导致一个情况，就是在于说没有2手节奏的一个衔接。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了。但其实你看现在的这个密码机进度，如果刚才骑士稍微帮猜一下的话，我觉得可能他们会还是就会好打一些。对，会好打，但是看一下吧，这边还是要去追手像学家。没错，一个稳定的强风出来，但是可以空中飞人跟上。那外围这边的话，其实海边密码机在起了。对。近身之后，双惊喜，再躲一个，再来一个。绕场先布，哎呦，烫到了，有点极限啊！那他一直是用红色的舞台去封住他的技能。对，飞轮躲掉，但是没有规避掉。对的。不过状态还是比较好的，这个人是选择想往地下室里面强签。没错。但路途比较远啊，感觉一到的话，密码机应该是已经要压好了的。对，而且。很关键的一个点就在于什么？就是把这个化险给闷住了。现在逃完这个化险为交不出来的话，其实这个地下室会给到一定机会。为什么？因为密码机跟人都会比较近，所以选择直接不救，直接亮了。对，直接不救了。对，如果你要去管回忆的话，那魔师可以贴身过来的。没错。等于现在是要把真9困在大房子里。那这边，但真9的话要自己出来创造机会。技能猜中啦，这边回头。但知道你没有挽留，其实球员方这边应对方式有很多，不着急根本。空中飞人赶过来，但给到真9的控场机会还有，因为两边的门是比较近的，回音一直在这边门的话，就逼迫你2位穷者得到另一边去。对，只要你救人了，代表什么？代表你这边的2个人在地下室。对，所以还是有争取的空间。没错。看一下。但是没挽留。空调好像是想要来开这边的门啊。没挽留这个点太痛了。对。空中飞人赶过来，就哪怕给你命中了，其实也没关系。是的。现在的话躲一个双惊喜，让羡慕过来空震射。另外边现在有个问题啊，移形是又好了的。刚才空调是在这边出现过了，真9要不要出去打一下？没用，现在空调它就是摆在这里给你打。对，你打不打？他现在就想尽量把这个分给，不要让他们拉大嘛。是的。就我这边是卖给你一个破绽，但是我另外一边的话，现在学员已经点门了。魔术棒的一个反走。2个惊吓标记，再插一个红色的惊吓标记贴边，那自己要走到边上了。看一下这边树棒的 CD 又好了，还有一个，但感觉走地窖有点难，因为毕竟回忆这边的一个淘汰进度条的话还要很久，还比较多。是的，上门点开了，这样的话成功击倒，另外一边向学家出门。这样子的话，第一回合一个大分就有一个6比3了。6比3了。对。就感觉这一局其实从开局的一个节奏来看的话，真9这边还是能接受的。就一开始还没有击倒那。不常规吧，其实他的这个 BP 来讲看的话会比较。我觉得他们班艾伟有个点在于什么，就是一个连锁反应。第一回合他们选择了像火灾，对吧？然后这些角色的话，可能在于后手上面，面对到艾维会有点吃力吧，可能这么考虑。今天是直接点到了灯笼门的位置，那脸上是只有一个守墓人，冒险家倒是比较远。我觉得可以守墓，说实话。对他没有比分压力的话，确实可以先上来追守墓人，让他前期先把中场的一些牵制资源给用掉。兴奋的话，空军也可以追。
看一下，应该上来有谁抓谁，先把一阶开出来也可以。这里想抓守墓也行，然后兴奋去防这手救人的枪。小天凤上是纯点的快踩啊。对的，哎呦，一颗没有给到。没错。那11的走位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是的。双重惊喜的话，再给上一颗。其实在这里绕没有太多办法，你还是得跟啊。哦，没有跟丢，还行。这样子的话，其实也是刚好双重惊喜的一个 CD 嘛。没错。那这里要趁着这个铲子剩余的时间去带进大房，但是还有一段这边的一个位置很难进到交互点。感觉有一刀了，看一下前面，双惊喜还在，不交吗？标场谢幕，先提前交了，但是这一刀没有规避掉啊。对，空中飞人有了，这样粘住的话，红汤这里可以交叠上2颗，再飞人粘到脸上，只能想用高低差来规避。对的，又翻回来。哎，不是，他的双重惊喜为什么只交一段呢？我记得好像第2段还在的吧？刚刚。我看错了吗？可能还在瞄位置吧，这里想再干扰一下，看能不能再逼点道具出来。然后第2段的双重击，这里可以提前摇，因为是过一个比较窄的交互点。但这边的话是成功抵挡掉了这个伤害。是的。那走空地的话，其实能摇出来啊，是能放的。直接压制住了。有点亏了莫武士这一波操作，而且他往前走的话，其实基本上是带离不了自己的遗产了。但这把有冒险家，就好处在于这里。是的。那成功击倒之后，其实密码机整体看下来已经是3台多了。是的。然后这种兴奋的话，还是比较好去防空这把枪。大概率也是让空军过来救了。对。看一下也是往撞这边去卡一下。没错。但新燕来的位置是非常的好了。刁钻的，这边是没有意识到。这个耳鸣给的特别的好，所以让新燕无伤贴过来了。贴过来了。对。哇！一空中飞人赶路，先把人救下来，兴奋一开，不让他去变一个路易形态去2次前置。是的。那空军现在就直接是一个白板的状态啊。对。得换守墓人来拖一下这个时间。是的，好的，外围的话是已经把这个状态补好了，给到11一个救人机会。11的话铲子倒不多了，看能不能先提前把它打出来。先上2个球吧，他应该知道这个铲子时间不多。对。然后再给椅子面前的一个伤害，打一刀。得打针对。对，还是得打针对。是的，是的。因为现在密码机还是不太够的。没错，也回头看了一下11的位置。就是带化险为夷的，其实轩轡还是比较痛恨化险为夷的，就硬拖时间，没有太多的控场机会。守墓人也是把最初木偶师的遗产给补开，现在的话，其实机子蛮多了，就差最后的60。对。但是好在说有冒险家嘛，这个密码页的话可以去摇摆去补哪一台。哦呦，这空中飞人直接赶路过来。现在捏捏不太挑，有人抓人。对，上到1颗，然后另外一边的话，哎呦，是摸了一个机械傀儡啊！11这里。那这样可以无伤贴门。对呀。先提前把这个开门战给布置好。明明你3个人，现在还4个人。对。狗狗的输液已经来到了70。对。飞人骗出来了，非常细节。那就去角落。慢慢挪到角落里面去。对的，再次击倒。外面马机的话已经亮掉。他们这把的应对但是这边对这边亮的是远处的那台，反而近点的这一台的话，密码页够吗？好像不太够啊，就30了。直场摔跤。不过有冒险家呀。但是冒险家这个密码页应该是挖完的情况。对。因为我记得开局它是有一张100的，是。然后后面又一个69。我估计是用完了。其实看11去开心机，应该知道说这一把有一点点悬了。对的，然后3个人的位置都逼得很近。对，狗狗这边贴过来应该是看到了。对，脚印也露出来了。但空军比较耐做，还可以再稍微推一下，给到冒险家博弈的机会。他是可以针对打谁？因为现在的话，冒险家有输液，他直接打冒险家，这样你输液交不出来，30闷在手里。对，谁来救就打谁。
而且他可以跟着星焰的脚印挂到星焰的脸上去，这样星焰的话等于是根本就没有拉开。然后星焰这里还要跑图去跟11换位，如果说单自己救的话，没有飞轮，一个白板状态很难救。本身他们其实摸出这个娃娃局势已经很好了，但是没有想到说这个失常是直接踹出来了，等于这个娃娃没有机会去一起收机。就现在很考验捏捏的这个双重惊喜的准度了，非常准，2颗上道，也很考验星焰的这个基本功躲掉了。对，不着急，对捏来说不着急，但是其实球员方是有这个回光返照的。对，其实他们也没有太急。对，要注意这一点。回光返照的话，可能会抢救，可能会抢救。是底牌是已经交过嘛？怎么说？密码机的话是马上好了，一定要撑住啊！99开了，然后赶过去救人，但应该是来不及的。另外一边的话，接傀儡可以点门，那大概率是有跑一个的面的。没错，但是好像11是赶过来想要救人了。能来得及吗？看这边还没有击倒，还在扭星焰这里，哎，但是看到了，选择回来收益，但是感觉好像很大风险，要淘汰掉了。对的，这样子的话再续节奏，给到一刀，得撑到星焰的这个自己交出来。有点难呐，一个白板的话能快，守墓人，而且只差1颗球了，靠你了，11。这个击杀标记直接击倒，没撑住啊！星焰那边飞轮先击得很快，马上要好了。对，到脸上又换他要来撑11的这个自己。对的，手上还有个飞轮，星焰能做到吗？先给1颗球，对，卡个板，双惊喜，再给一个击倒，一波双重交叠。那成功拿下一手4抓，这手太冒险了，回来救人，太冒险了。可能这个失常是真的没想到，对，没有准备的，因为整个阵容实在是太克各卷人了。应该说从天赋上去应对一下艾薇。是，其实我觉得当时第4手你可以补一个像是心理呀，没什么太大问题。对的，那抓囚徒咯。最后感觉，反正这个阵容的话，我觉得是以追代赶了，只能一边走一边控，然后一边找机会。我觉得他怎么说打那种控场流的话，开局他先去找那个火灾单元也挺好的，先把。好的，进入比赛画面，这一局的真真9是张狂、挽留以及闪现。没错，然后这边1-4也是往中场去赶，先去附体一下野人，完全不给机会，这边反应很快，很快，是的。对的，现在这个对局他必须要很小心，对于求生者来说就必须要很小心。那这样子的话也是提前赶上距离58的一个侵蚀度，然后大致的一个转点路线也是往这个大房走。没错，其实身位贴的还蛮近的。对，唐王的一个出生点，他是想说绕一圈过来。然后也是注意到这边的红光，是的。然后再反绕一手，哎，但这个翻船过来没有上侵蚀度，哇，是非常细节啊，一眼都不看，一眼不看到。是的，因为这样子的话是保证到自己的一个侵蚀度是很安全的一个状态，没办法拿前期第1刀。没错，那这里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上下包夹啊。对，但现在的话就要拖这个闪现了。对真9来说的话，尽可能是闪现开刀。然后韩完这边是尽可能飞轮预判掉，或者说垫掉这个第1次命中的机会。是。哎，但是没有本碰到。没吼到。落地下来，80侵蚀度。那感觉这个时候要提前回头了，这里要回头，然后看你的闪现怎么去交啊。但是想回头顶掉。真9他是有意识的控制距离，所以逃完过来的时候，他那个侵蚀度没有涨太快。是的，他想回头顶掉，他觉得这个距离不太够了，不想冒这个风险。但前面的话有闪现，这里能垫掉闪现没垫不掉，还行。闪现是吃了，那密码机的话加起来2台多一点。就我觉得他回头吃这一刀的情况就在于说，他不想冒这个风险，他想最稳的方式逼出你的技能。他其实更好一点的话，他直接进板是可以的，他直接往板那里一边回头一边进板嘛。回头看，然后进板。野人贴过来是比较早的，但因为是走过来的，所以其实你要打他双刀也不是很好打。看一下，上救他还是打了1刀，哎，这样子好像要打双刀了。登天开这手2阶，好像对2阶开了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囚徒这边是有侵蚀度的，要尽快掉下去，50多、40多，能赶上距离过去吗？直接来到中场。但是没有停住这个侵蚀度的掉落，所以说只能回来去挂这手野人了。因为他摊这手双倒的话，他必须让这个侵蚀度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状态下。对他这个打法也是说我换挂可以，但是你外面的话不好去补状态，也并不好说
放心的去修。你囚徒其实一直是一个很惶恐的状态，还要被迫调你新的人过来，调资源、调状态来救人。现在就是打前期，先把你们状态的道具都消耗掉。侵蚀度60多、70多。接下来得看这个飞轮。OK， 清掉。对，是的。这样的话手上没人了。这强风推走。 这一手节奏换出去好亏啊！因为对真9来说的话，开是开2级了，但当时囚徒跑的一个路线并没有往中场跑，他往左边跑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传到中场的时候是并没有卡住这个侵蚀度的一个掉落。是的。导致自己的一个一手节奏是掉出去了。对的。回头再回来找一下野人，但是还是能再次击倒。对，因为没有一个飞轮可以去规避这一波的落地。对。还有机会挂到过客的机子上。 现在问题就在于说，求生的状态来看的话，是稍微的有点残了，有点残了。其实空调它现在也没有办法说真的放一个暖雨治疗一下自己，因为真9就在附近。这边的话也是选择抢一手密码机先，但是求生修的密码机数量是有点偏多的。这边无上救下，直接上猪打一头打，哦呦，这个熟练手难追了，配合的太好了。是的，接下来就有点难追了。 但他的一个技术 CD 是有闪现，其实还是要大概率击倒的。这边把猪打掉，老双有闪现，老甚至说不用交闪，这边有个减速，还能再次击倒。看一下密码机整体的一个总量来看是，你仿佛觉得他们在打隐士，对，很多很多，但是好在这把是有囚徒的，可以控制一下。其实。 差的密码机没有那么多了。对，然后这边的话应该是想把中场那台连开吧。开掉了，手上自己这台传送过来，侵蚀度只有20，并没有2阶，手上有闪现，直接闪现击倒。对的，但现在过客还是一个满状态的情况，还是能完成这一波救援的。但是囚徒他是没有回光返照的。没错。而且有点吓人的是，其实空调也没有回光返照。这一波的话，其实。 真9他已经可以开始去进行一个极致的控场了。对的，多抓面是有的。对。结束之后，人往那边靠，然后感觉他们要采用这个，就是一个压脸上，一个卖掉，然后去点这个门。但是我觉得2人开门战对于艾维来说难如登天。对的，你要跑一个太难了。是。现在直接通电了，但是这边的一个淘汰进度条已经。 淘汰掉了，剩2个人。2v2要怎么去打呢？你硬拖这个挽留的话，其实就伊斯人占一个门，本体占一个门。真9他就硬追这个空调也好，硬追过客也好。对的，但是另外一边点门是没意识到，直接传送过来落地抓过客吗？本体不占门吗？但是他的气囊放远了，没关系啊，另外一边点开了呀，传过去没有闪现，还能赶上吗？赶不上了，要走一个就可以。赶不上了这一手。 他这一手没有本体去管空调的门，他是直接本体跟伊斯人在同一个门。我的天！那这样子的话，也是求生者跑出一个。让我们恭喜北京 WBG 拿下本场比赛胜利了。是的。哎。找一下他的位置，好像这边是丢失了一下视野。来看一下。 这里再补上一个气囊还是得提前放啊。对，交出来喷一口98侵蚀度，地窖的话不在。但他们没有排过。对，不在那边。那时候碰碰运气。传过来，先拦一手你地窖的一个位置。是。但这里有没有可能走门呢？看一下，一个气囊弹出来。是到100了的侵蚀度。对对。是的。 OK， 那让我们恭喜北京 WBG 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。对的。哇，这个开门战竟然算是再牢固的一些阵容呢，他也能撕出来口子。对，还是看个人的一个熟练度。对，当然也是看对手的一个应对的方式吧。有时候你第一刀拿得快的话，确实会让对手的这个整体的携带张狂的，对吧？方便自己快速2阶，就很急，你知道吗？这样运力值就能一直在满分的状态，我能一直去使用。 是的啊，选内出来了，中场站着魔术师，然后墓地的那一溜的话站着是气象学家和守墓人，博小阳在墓地里啊。好的，进入比赛画面啊，墓地里往外溜达，看看能逼迫到谁的位置啊。小蝶这边直接往独栋方向去走，大家都在远离
佩佩的这一手跛脚羊。是的，中场密码机也第一时间不去碰，因为这样的围龙一放过去，基本上是能必能拿刀的。那看来让小蝶要扛一次压了。是，进入到一波板区博弈。对，刚才因为从数据上看，小蝶的话，它主要是以破亿为主。哎，这边有点取擦，不过也算是拉开点距离，不过还是要进行一波板区博弈。是的，这边在这个技能上好像有点跟不上。哇，这个击倒速度也给秒了。也同样是在一个30多秒啊！对，其实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问题。如果你的第一刀吃的并不是你想吃到的位置，你就会牵制方面就会慌，你的整体的牵制节奏、牵制思路被打断，你的技能也会续不上，就会导致被跛脚羊秒掉啊。这先打一刀，没能溜出来。是的，慢慢，因为守墓人盾产目的无非就是想跟你耗嘛。是啊，佩佩这边可以选择多拿存在感，不跟他耗。现在节奏反正是利于一个坚稳者的，你自己这边慢慢拿刀其实也都行的。这刀先打一波守墓人，先给到守墓人，要不太亏了，不能让他无伤走。接下来再打针对。看一下小蝶这波26有没有机会啊？起码看能不能逼个闪现出来。哎呀，关键他现在也是套了一个化险为夷的，你这个化险为夷时间要撑过去的还好，你如果没能撑过去，还浪费自己的道具，反正就更亏了。确实，那这波的话，起码这一波牵制是逼了闪现。是啊，看看还给不给一个36的机会啊？对。把所有道具全留在36了。主要是化险为夷还吞掉一个，这波起追击节奏的话，小蝶他手里是有一个化险为夷的。下一波就让小果冻来吗？487在附近，如果487小果冻都动的话，两个人这个密码机进行破译了。对，你看这边就是两个人都动啊，487是表面勾引，对，但是小果冻这边是直接无伤了，无伤。哦，给到了飞行家一刀，那就无伤之后加扛刀，小蝶那边往中场方向走一走，但是很大的一个笼子罩过来，这个车上不了啊，强风推走，进墓地，再一个笼子跟过来，这一刀差一点，飞轮，哎呀，破轮了。拿到这一刀，这密码机现在也就2台半，密码机还是太少，第二个人好像压力需要扛得更多呀。对，那就说明这个36也不是很成功啊。不过确实想牵制起来跛脚羊的话，还是太难了。没错，在这张地图想要牵制跛脚羊，实在是压力太大。对，那其实刚才487主要目的就是我先不修密码机，我过来给小果冻做个掩护，让他别吃刀，赶紧走。但是小果冻还是吃了这一刀，导致现在场上的求生者状态都非常不健康。对。抓哪一个人其实都行，现在哪怕就是抓一个魔术师，佩佩这边的节奏也能接受。对，抓守墓其实也可以，反正就是尽量抓紧时间起节奏。没错，因为你看现在愿力再过一会儿就要长满了啊，如果长满了还找不到节奏的话，那就是空耗。过来找一找，但是小明很聪明啊，他出产肯定不会在原来的位置的。佩佩现在不能耗时间的，如果耗时间，那自己的前期节奏一追的这个速度完全被耗掉了，就会慢慢的被成都狼队运营回来啊，把这个优势吞噬掉。现在就看487的一个牵制时间，反正自己的技能已经是被底牌切掉了，但也是知道你这边肯定不是闪现了。哎，传过去，因为这边2个人的位置都知道了，所以这边修密码机的只能是果冻，前面是一个黑墙，只能走侧面，是的，再喷回来，哎呀，坏了。没办法，对，主要这个围龙只能是钻两边，你钻两边，佩佩很好进行博弈。对，前后被堵住了，前后黑墙，一个在墙底，一个黑墙，是吧？那左右的话，佩佩就站中间，你这个喷气背包看你往哪边交，对吧？佩佩还犹豫一下，看到底想不想挂这个地下室，但是想一想没必要，反正自己的节奏已经是这么好了，挂外面也一样。抢节奏是这样的。这边罩住一个围龙，是能拿到这一刀吗？哦，487这个走位，再加上一个魔术棒，是。刀气短了一点，再拿一刀再骗，但这样的话离椅子的距离可就更远了一些，肯定是过半了。对，肯定要压满就了。再拿一刀。487这2手魔术棒交的真的是非常的惊险刺激啊！是。再交一个飞轮，这位置绝对不能吃一刀，你这样吃一刀的话人都救不了。哎呦，好盖！博弈啊！但是密码机还是差好多呀。对，差的太多。守墓人在外边去补这密码机根本补不完的。是的，他需要保这个小舞动在外边牵制时间还需要再久一点，需要帮忙扛，放魔术棒，想要帮小舞动下椅之后能拿这个魔术棒帮他扛一刀。但是这样的话给一刀正常救，愿力现在也够，一个龙月过来直接是被飞轮规避掉，再交喷射背包。但可惜这个喷气背包是最后一个了，手上已经没有道具。那这边还是黑墙，不过还好，因为刚才笼子是消失了。那转头直接换抓魔术师会更好，因为这样密码机他能守住。对，再给到一刀，但是这样的话其实也是给了求生者一个喘息的空间吧。对，
这钻过来，反正板子前面是一个风了。交互的，一刀带走了。风交互的一个龙，那把这个板子破掉的话，外围密码机就剩这脸上的一台了啊。是。然后这波可以选择挂地下室。挂地下室的话，看看他们要不要选择找个机会调状态，还是直接守门人过来卡着算了。守门人不一定好藏。对，那这样的话没有什么机会调状态，守门人就过来卡着。外围的话起心机，佩佩这一波思路还是非常清楚的。脸上这台60多密码机是绝对不能让碰的。他现在可以出去抓，或者说是直接找守门人都行。对，因为他现在手上传送也已经好了，我就算是出去抓你这个假门的人，你飞行家手上没有刀。抬到了。等，一个后撤步过来。对。这一刀应该是给的，而且笼子还暂时不会消失。果冻那边要被调动起来了。另外一块铲子是一个残铲啊，挖下去的话撑不了多少时间。再放，给到一刀，是守门人这边倒地，但是果冻那边应该能顺利把人救下来。能救是赶紧教笼子赶路回去。哎，不着急，能守，走到出口这边，反正这2个人都是挂飞。对，迎后约。哎呦，这一波盖板给盖回来了。好嘛，但小果冻这边还是拉不开，想先赶紧先密码机。47那边拉走，但是现在手里飞轮好了，有一定的博弈空间。对，翻波板。这个板子的话不太好博弈啊，对于监管人来说。哎，翻过来了，有飞轮，是还能再拖。好博弈啊，47。他拖到守门人这边起来。哎呦，落地刀。没办法，这个是落地之后再出的刀啊，不过也是正常把47击倒了。外围的话，2个人，一个是只有一丁点残产的守门人，另外一个的话，飞行家已经是一个挂飞的状态了。是的，守门人这边的绝处逢生也省了，因为刚刚飞行家是过去摸的，过去把他摸起来了。那现在2个人的道具都需要补充啊，不补充的最后一台密码机根本就亮不开。现在其实佩佩倒不用太着急了，可以积攒一下愿力。对，慢慢耗嘛。对，等你密码机摇晃的时候，我再过去追，或者说是直接去搜寻这些箱子的位置。哦呦，好险！车，好险呐！差点出现这个车祸，挺吓人的啊！小明这个点位他也跑不了，给到一刀，然后再盯一下独栋那台密码机，只要独栋那台密码机但凡有一些动摇，我就传过去。但是刚才好像最后一眼没看到。没关系，时间是足够的。那边密码机20多嘛。笼子被拆了，观察一下，得传了，要传了啊！83的密码机，这边果冻是挂飞，所以击倒之后还是不能挂。那可以把他牵到中场吗？把他牵到中场，让他远离一下这边。直接带走。这边飞轮选择不交。看守门人摸的到底是一个什么道具？是不是很关键？如果是摸的一根针，其实还能再来回拉扯一下，拖一时间。是个护腕。护腕道具倒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。是的。放到中场的位置，然后再去找一找守墓人。两个人现在都有自愈，密码机就差17%。是。果冻的话，其实可以压好自愈之后，慢慢往密码机那边去爬一爬，看看有没有机会把它抢亮，抓住一个佩佩暂时辅助特质在冷却的一个 C。反正佩佩现在就等自己的传送好就行了。对，佩佩现在我也可以不找嘛，你外围又不敢修，我也可不找，我就在这等着，等我传送好了，我再出去放心的找，然后击倒守墓人之后，你这边再修，我再秒传回来，再击倒，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稳4抓局了。现在就是比拼耐心。过来探了一下这一条路的耳鸣都没有啊。再盘红蝶河，反正你如果说是想要消除自己的乌鸦，你肯定会碰密码机，要不然你手地上有一个针。传送还没好啊，这时候果冻可以起来修了。是，而且愿力也不是很够了，这一波密码机要被拖到90多。回去直接抓这个密码机能强亮吗？愿力值现在不太够，亮是亮不了，但是能拖到90多。哦，能还能拖。93，这边有个飞轮啊，这一次的话，果冻这个飞轮得交一下吧，得稍微撑一下。再等一等就行了。反正现在密码机93。对，主要是也没法抢，这俩人飞行家没有回光返照。跟过来交飞轮，哎呀，但是没有躲开这一刀。是这样的话，飞行家没有自愈，手里现在传送好了，其实也不用太担心。排一排耳鸣，然后一边排一边就是盯着这台密码机的抖动。还有如果说直接去的中场，那这个耳鸣他是盘不到的，因为他是在红泥河那边的一个草丛堆里。我觉得佩佩不着急嘛，先原地攒到120再说吧，是吧？攒到120，我起码够一个来回，对吧？再等等，我先2个笼子出去，2个笼子回来，我不至于变成穷光蛋，对吧？确实。哎，小明这边想暗自接近一下，哎，这样又回来了，躲到了草里啊，很神秘。
哎，但是耳鸣起了。是的，这个愿力地方值其实可以放一波了。哎，不在这里，排一排，还在找。 垂镜定理，找一护腕直接用，找。想把这个密码机看能不能偷一波，但是偷不了。对，这样的话就没什么办法是了。那这一刀直接在击倒之后 ，T1的这边监管者是在第一局上半场先拿出来了一个5个积分。嗯，是的啊，不捡到布的，对吧？你万一让被对面的监管者给猜到了，你是往到一刀，或者说是往后走，哎，我到一刀，打到一刀，那你这个节奏其实就崩了，你自己牵制也牵制不那就跟上一局的气象学家是一个道理嘛，对，是吧？我这强风没想让你这好来这一局的话选点不太相同了啊，选了一个十字形的选点，中场站了一个救人位，上下的话分别是魔术师以及祭司在甲门，二楼下站了圆。好的，进入比赛画面啊，那园丁肯定是第一时间要当修机主力的啊，应该是直接往2楼去开修了。是，所有的角色都已经躲着，现在就直接找这个祭司，其他人拉点，然后找到神坠。神坠这边的话要扛压啊，就神坠这一局担当的任务和上一局的这个小蝶是一样的，要做一个16把压力扛住的一个位置，先打洞啊。那这个洞点位你实在是不太舒服，自己的点位很难拉。对，主要选的这个点的话，一开始选择了原地蹲，确实也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啊。这边感觉愿力已经积攒的很有愿力了啊。是的，都已经100了，这双眼放光啊！先给一刀，给一个小刀啊。对，他怕过来，哦，好刺激啊！这一波钻出去了，但是还是要拿一无路可逃，对吧？这就是愿力多的好处。你看手里现在还有70点，天哪，在一个钻。但这个放的有点歪，不过没关系，至少是把对面求生者也圈住了。是的，这刀能拿到，倒了。别说这个时长，可能正好能踹到中场啊！哎，那不巧了吗？踹干净了，那不巧了吗？是，守门人这个密码机现在也刚好起到一个57，修的越多，踹的越多。哦，那其实现在还可以改一改，踹一下杨洋的，杨洋这边的话更多。确实，杨洋这边72，不过没事，其他的密码机正在茁壮成长中，马上他就不是最多了。对。好，他成为了最少，12。就过来看这刀打到针对刀是最赚的，哇，可以。那这样的话，相当于白救，对啊，就相当于白救。不过也不完全是，起码魔术师没掉状态，对吧？是。而且他可以把这个未成年的密码机能让他茁壮成长一些。对，但是具体能不能成年也难说，说实话，这毕竟是不知道下一脚和这个长大就哪个先来，是吧？只要他一直修，他应该是能。至少保证是在成年了，哎是，但是又往回挂了，那杨洋只能换一台密码机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成长的路上有诸多阻碍啊。对，那只能把这个路上的一些石子给它踢掉了，应该只能选择放弃成长了。我看这台密码机是暂时啊，缓兵之计啊，缓兵之计。看一下守墓人这一波救人啊，这一波的话，因为上一波救的实在是太快了，而且祭司也没有丝毫的26，这一局的话，哎没圈住啊，一开始。好，没事，那差不多该起来了。李宝慢慢等。你看上一波因为秒救太亏了，这一波就想卡到最极限。这个愿意是再补一层，再搏一下震慑。哦，但是还是正常救下来了。啊，这波救人的话，看看神坠有没有机会2次牵制起来啊。先打洞走，对，先把洞交出来，这样的话，即使后面倒地也不留遗憾，对吧？对。而且他现在是想让自己来进行牵制，没想让队友来帮忙。哦，这一波预判错了，宠爱再钻回来的位置，这一直倒到了对面去。对，而且李宝位置也不太好跑啊，可能还要再被逼个铲。哎呦，击倒了，被打断了，李宝。那节奏续上了。对。现在时长还在，到时候还可以再补一脚。对，但是脸上这台密码机好在是放弃的及时啊。对吧？没有形成监管者的心腹大患，应该不会踹他。蠕动的密码机是33，现在就不急，等你看过不过来去找这台密码机去进行破译，如果破译到时候再踹。这边又相当于又吞了一个化险为夷，宠爱这边人白救，又是白救，3化险为夷全用了。对，逃离这一波确实不应该倒，这一波的话还是要尽早。哎，这波一波光月了，没能把围龙按出来。光月没龙是吧？是。好，没事啊。这个也是展示一下自己的一个走位。好，这波直接一个起盾，起盾到前面的话，这个笼子哦盾先消失了，跟钻过来走侧面再钻，给到一刀，这没办法了，拖不了时间。外围最后一台密码机再起了，宠爱现在要想想控场的事儿了。因为这个密码机追击节奏的话，看猫猫还能溜多久？
看能不能顺利击倒了。那这样的话直接击倒，想去盖这个板，但是没盖到。是。那感觉墓地那台密码机应该是够呛能成长起来了。对，到时候现在愿力已经快积满了，很有愿力了。现在，哇，墓地密码机属于是有点白起了，到时候再过去补一脚其实就行，然后再回来守。想直接打拦截，因为他知道密码机那边才刚起，肯定是不够的。对，钻过来。跟钻给到一刀，守墓人的状态是残的，根本救不了，所以说必须要换人。看看要不要把守墓人再击倒，因为守墓人他是一个半挂。好险，走一个8字，没来得及反应，靠自己的这个模型直接穿过来打到了李宝针对，那这样就可以直接挂墓地，而且他是半挂，但不能挂墓地吧，直接挂到红泥河。挂墓地也行，因为起一个快节奏嘛。这样的话，看猫猫那边密码机应该是要直接逼救。对，不太来得及的，因为现在才30多，但是守墓人有点等不到了，只能压。直接切成移形了，交一个飞轮。一个反走，很精妙啊！我感觉2支队伍的魔术师真的是有点魔术师了。是的，有点魔术师本人。还好拆之前钻回来了，但是，但是还是能救，还好，这边还好是吃了一个震慑，还是这个状态是足够的。是的，这就是跛脚羊的一个劣势，是吧？对，让密码机感觉要拖够了呀，91、92，笼子消失了，雪上加霜。李宝那边现在即使击倒，也能再次站起来。对，因为有带了回光返照。先给到一刀，不着急，求生者再布局，等一等。对，李宝再把门口带一带，往门外。反正现在自己也是撑不住，不如现在直接强行摸香，对吧？你逼他宠爱拿刀。对。但是他现在想把墓地门让出来，他在等。对。宠爱现在也在等自己的愿力值能再足一点。对，能够把这个守墓人秒掉。但是的话，这局想去争一个4，还是有一定难度的。要封住。这样。不让我那边转，但是魔术第一时间点到门了，看到没？这时候的话，李宝其实他自己溜个10秒左右就够了，但是只溜了5秒。这样的话，两边门都在点，交移形过去管杨洋，再回来看手里愿力能不能够再管一下猫猫，感觉费劲啊，应该是3抓，应该是3抓了。等等，这个门如果这门开了，而且车还挡了一下。直接钻出去了，那边的门也现在是直接开了，根本拦不住园丁，园丁也能走门。这电车哥哥有点抢戏了，如果这电车没能拦住的话，他刚好就这个心眼儿。对，这2个角色都行。选点的话，反正我觉得集装箱肯定是要占人的。集装箱上来的话，上有大门板区可玩，下有2板一窗板区可玩，是比你直接选在大门或者2板一窗要靠谱得多。木偶师的话呢？不用担心，反正小木跟大房选一个。幸运儿其实板子可以玩一玩，而且不干扰队友。对，是吧？也是一个小短板。大副你带个3甲妹是吧？你做呗。他自己能不能去多拖延一些时间了？自己的怀表去上来先捡一下道具。对，找一找道具啊。好，面前就有3件套，妥妥的。是，大副现在就看能不能藏住了，不过有点不太好。2板一窗了。只要看到大房那边角，你没有那个大副的身影，就知道你是在哪里了。再捡一套，多捡一个钻头。小木屋不太好逼，先看一下气象的点位。在2楼。杨洋在大房，但这个板子只要进板的。是的，这个板子只要下来就很安全。是他吗？真正目标真是他呀！真想追，直接锯了，锯了之后再装锯。这个新人，你看手上道具有点吓人呐，摇不完我再加枪啊！枪加娃。这是什么机械空军？这是，这关键他还是没有羸弱的机械呀，在骗，还骗成功了，但是娃犯法了。这是何意啊？毕竟不是接，他其实在预判这个监管者的外头。是的，应该是在预判，要不然你直接把娃放在这里，你等一下破译，你毕竟不像是一个机械师啊，你坐在椅子上是修不了的。这确实是有点太舍己为儿了吧？这有点。现在就看自己的拉扯做的怎么样了。这应该是直接闪锯锯倒了，这枪都交不出来啊！是，能停一波吗？停一波倒还行，毕竟他自己这是什么闪？交枪也算是1换1了，而且自己还能再回到自己的娃娃身边。你如果拉锯呢，这个娃娃能帮忙挡。宠爱想了想，这一局不能只有你一个人失误。是，彼此吧。
这个娃娃，你看这不就有这娃娃用了吗？有用了，挡住了，能挡住吗？这没挡住，也差不多，至少拖了个5秒时间。不太能挡住，需要非常精细的去调，要倒了这个地方。看一下飞轮吧，这还能再卡一下，至少让你这个卡住了自己。至少密码机我们看的是已经3台了，对吧？现在也是挂了这一个1楼。其实啊，真的是，哎，怎么说呢？也可以了，至少我们说节奏也可以了。确实，快3台。现在看只能说怎么来救。我们对幸运儿的这个期望有多高？是的，是吧？这望子成龙啊！但是在椅子上，由于密码机不太够的原因，其实是有点难打到4阵开门战的。对，这边看能不能打双导，但是打气象学家双导也费点劲，说实话，还直接往脸上走，那就更不给机会。为了去防气象，这边可能双导的在骗，感觉要开始控场。宠爱这边再挂这个人也没什么意思了，挂杨洋这局面好像也只能走一个是平局，反正求生者这边是输，很难输，现在是外面密码机也是比较多，但仅靠下一个化险为夷还是不够的。哎呀，感觉刚才要没有那个娃娃，幸运儿没准还能多活一会儿。他被娃娃和小丑2个人两面包夹之势了啊！有点娃娃在手中其实更有安全感。娃娃确实，娃娃放到外面就不听话了，你知道吧？没错。啊，这边的话应该是先拿一个平 A 吧，先举，因为平 A 不知道在哪个位置，那正常把人救下来。化险为夷还不够，让杨洋自己找一个角落去倒。是的，这就直接给到1下，也没办法，自己飞轮也没好。气象学家那边把自己状态调整起来。其实 TE 这2局做的比较好的点就是他们不会保质，就是让外围半状态人太多。对，他们一定是外围最多3个人情况下只能有1个半状态，是吧？4个人情况下最多2个半状态。有一说一，望子成龙做狂欢之翼被淘汰了也能成龙，至少是飞了。这真是羽化而登仙了，有点。好，反正无论如何吧，这个幸运儿和娃娃都有光明的未来。现在再去控，哎，这个风还没用得出来。对，他没有瞄得太准的把握，不如先吃1句，然后再从长计议。所以这个点位还需要撑的呀。猫猫这边也是直接赶了过来，没有再去碰自己的密码机，大防密码机实在太多了，已经6成。对，现在就是大防和大门2个点都在修，而大门那边的话呢是半状态的大副在修，他也真不怕呀。大防这边反而是有一个满状态猫猫，他在准备，如果排不到的话，就他给满状态给大防压力。宠爱这边的话，反而陷入了有一种。他不知道耳鸣到底在哪里，对他不知道，他觉得可能会躲得比较远，但实际上躲的还是比较近的这个位置。想了一想，还是把握自己能把握的事情吧，去大门。他想要给木偶造成一些伤害，或者说是考虑能把他击倒，只要能把他击倒了，这一局面他就有一个3状面以上。但主要是回马枪的话，这边是一满状态木偶啊，他可不怕你这一套。那他一直找不到。对，如果说能早点找到的话，他还不太担心，他知道这个点位是木偶。是的，你看这边交了一个巨，现在技能也没转好，那也就意味着大门密码机在宠爱的技能好之前要压好，所以说还是得先控一下大门。宠爱想击倒他，但现在时间实在是由于刚刚找人找得太久了。在找。还想找神坠，主要是宠爱他手里零件也不太够了，先捡一捡。哦，神坠也这边也是进行满状态了。对，又找这边得走了，不能再这么嚣张下去了。回头再一个回马枪，想骗。但是猫猫的话，他这个状态能承担你3次回马枪机会啊，枪都钝了，人还没倒呢。想找这2个人的机会，可是没关系啊，这2个人都躲起来就行了呀。神坠现在直接去起4号那边密码机，而且猫猫本质上他也不怕你啊。是吧？你反正我变个路易，你爱拒不拒呗，对吧？你不拒你就接着走嘛，接着走，我大门接着磨嘛。神坠在中场偷袭一下吗？就放一个香水偷袭一下，再等，再回来。猫猫那边还有窗户，哎，窗户呢？还是又骗成功了。哎，不对啊，这人家枪还没交呢，这直接是3个技能都3次机会都交完了。如果是这样耗下去，一旦让宠爱能把猫给击倒了，这节奏可能就来了，或者说能把大副给击倒。神坠这边这个道具也被骗出来了，都不能再找了，只能去直接找人木偶的机会了，看能不能完成击倒。因为那边铁皮箱密码机已经是要压好了，完成击倒。密码机现在96，不太够。哎，撞道具了就可以直接亮了。坏了。如果说是他能捡起来，还能打上一波手椅，或者说是去守一波地下室。对，打一波手椅的话，
啊，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没有什么去争多的机会啊。没有太多。木偶师这边还能撑，那边门由于你没有弹挽留嘛，我可以强开。对。 只要差的不多，差5%左右能强开。这边要传了，要直接传了，只有传才能把自己的局面再能打回来一些。嗯，是的。这边李宝的话，可以给平地锯，但是不能给平地刀啊。给平地锯之后可以摇表啊。对。神之这边也在这边玩吗？一直带。他们是在赌宠爱的道具不够了吗？是这样，在脸上玩吗？他们有点想争3。 因为木偶师现在在外边有一个绝处逢生嘛，一旦他起来，到时候还能再扛锯。哎呦，手上还往那边走，这个门可要被战死了。打了护腕再拉开，那边想把木偶师摸起来。不过这个压力给的就有点怪怪的了。有点怪，说实话，开门战不应该这样打的。 如果真想要去争，那你大副或者说是气象敌有一个人过来，愿意牺牲自己把这个门强行点开才对吧？主要是气象的话呢，他在这个位置，他争取的东西是什么呢？他这波用自己的命换来了一个什么？换来一个木偶师，换来了宠爱这边再拉一个无限锯去找另外一个。汇合一波，然后调整状态。现在李宝可不能倒，李宝要是再吃个无限锯直接倒了，这问题可出来了。不过这个长板还在。 问题巨大，再搏再骗，哎呦，骗成功了！在这里还需要再装无限锯啊，再装无限锯直接去找他们俩。不用，我觉得直接挂上之后有那个传送就好了。无限锯现在倒是也够啊。对，还是7秒。对，传送。这就是堵这个门，他强行开不了。他直接传送传过去就好了。猫猫直接过来了。对，但是你看，其实猫猫的话也很聪明。 他去救大副了，但这个距离还要去找猫猫，谁更快呢？那神坠就能起来，神坠起来之后去点大门，那这局面还是能去争着至少走一个。我觉得他不一定好救啊。他能变身。对，他变了身之后直接抢救，怀表直接摇。这边没自愈了，是再找大副。是的，那大门能点开，对，这是偏向于一个3抓。 这个开门战处理还是有问题的。对，不过有点板子下，在小门这边，你如果说是想要保平，那你就直接过来点这个门，或者说是你想要争3的话，就直接过来去牺牲。5、4、3、2、1，这是走不了的。走不掉，自己的句子会更好。对，会好。哦，直接一个回马枪击倒。那这样的话，最终是完成一个3抓啊。 哎，不过这个木偶师的自愈是什么？双方都正常发挥的情况之下，喧嚣他打这套阵容上限就是3，撕不了，很难撕。所以的话呢，你这套阵容求生者稍微努力，保个平局真不成竞技层面上，对吧？对的。我们1比1到第3局啊，我们来1分高下。看佩佩这边怎么去选择了？哎，也是直接逮到了小木这边的机械师。这样的话就更容易保活娃娃了。 是吧？我本体就在那边跑着，你确定要拿分身打我娃娃吗？你要打的话呢？好的，进入比赛画面。是的，来看一下木屋方向，直接放娃娃，然后本体开始拉点。啊，这娃娃你看放的位置也没有说我躲躲藏藏，我就摆在那儿，你自己选择。就你爱打不打？对，你要打的话呢，你就打；你不打的话，你就过来打我。这边双重惊喜的话已经空了1重，那第2层的话只上了1个球。是，密码机速度是非常快的。 就看果冻这边能够牵制多少。哦，这边是一个极限的红球上道，那相当于上一波双重惊喜没亏啊。前面黑球，哦呦，这边有一点延迟球气啊。是的，那现在就再给他上3个标记，看能不能上成功了。哎呦，再给，现在就差个粘土，但是还是要等下一波双重惊喜了。这波直接妲己扣了一个红球，那这边双重惊喜的话还得再等等啊。是的，能再分点时间。 张狂好了，但是空中飞人也好了，差一个土球啊。粘土这边方向才能给到。看一下，等一下双重惊喜。对，双重惊喜，因为刚才已经被封了嘛，直接击倒，那没办法。那1台半，但是的话呢，娃娃在外面好好的。是的。这个对局还是那句话，不奢求要争3跑，只要保平，这个节奏还在求生者掌握。 我们看的密码机是有一个1台半，但是娃娃在外边的话，相当于是有一个2台3成了，现在已经是。对，是的。啊，
这边大副直接摇表过来去救啊，佩佩这边预判了一下位置，但是不对。这娃能一直修，看能不能无伤了。只要能无伤，外边再有一个遥控玩偶在那里进行破译，这平面就更大了。那就太舒服了。救下来，哦，大副直接无伤成功。对，这边娃娃届时还控一下娃娃，接着修远程，再摊没能摊到啊，但是摊到了就很帅，是知道吧？我们见过。可惜这个焰火区域没有办法一直封住这个机械，如果能封住的话，这现在他遥控玩偶操控不了。哎，没事儿，你就算现在不让我玩，我到椅子上你还管得住我吗？那至少能拖个5秒是5秒吧。对，现在就是对于佩佩来讲争分夺秒。求生者这边你看，其实前期牵制的其实就是中规中矩。再控，大副现在再过来卡，想要提前逼出来。但是大副再不打的话，球要掉了，预判不到啊，预判不到，球掉了。那这样的话就更肆无忌惮的救人了。这一波救援就主打一个什么呢？随便救，没错啊，随便救。几乎不存在救不下来的可能性，甚至连双倒的机会都几乎不存在。届时的密码机现在已经9成了，马上能量。这局就是典型的，当你干完第一件事之后，你想干第二件事，淘汰第2个人的时候，密码机是包够的。是。哦呦，这小走位，在旋转舞台的情况之下呢，还是走位躲掉了一次红球的出刀。对。接下来的时间的话就没有办法再拖了嘛，自己的遥控看，接下来怎么去用？大副到时候可以去解。对，移形过去，再找找小蝶在这边给压力呢。那小蝶的密码机这边已经是修到一个65了，杂技你需要过来补了，看要不要给娃娃剩出来。毕竟等一下遥控玩偶可以直接去控到大门去补杂技的密码机啊。是的。这200银窗呢是没有考虑了吗？打算直接放掉了？应该还是要过来的吧？应该还是要过来，还是直接再起一台吗？还是说？哦呦，这一波躲开了。哎呦，好火呀！小蝶直接规避掉了，现在还能再拼一波。哇，这有点时间。哇，这个走位，这个走位，这来呢，现在进行一波板区博弈，不过板子直接盖了，想浪费他的空中飞人。这娃到时候还能再利用来贴门。哎呦，这波上球上的好快啊！现在心里其实想逼他快速击倒自己，这样的自己的应急其实能留到一部分。是的，留成功了。但是的话呢，开门战是有挽留的。对啊，这是个问题，所以只能说是在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儿就可以。小明这一波可不要被拦啊！有护腕，有护腕倒还好。护腕弹走。哎，但护腕自己已经弹了。是护腕弹走了。哎，想要抓谁了？抓谁其实都行。现在，新徐家这边，想要再把这个标记给吃掉。这个标记吃掉之后再亮。对。那他也可以等一下自己的分身嘛。直接亮。大副这边是利用遥控玩偶直接去贴的门。对的，那这一局的话，平局可以说是板上钉钉的。对，小蝶这边能不能溜地窖是有点远了，在木屋那边。不太好跑，跑不了的。但是够了呀，对吧？没说要3炮，就是保平，从头到尾的策略就是保平。那这样的话，双方保住了平局，也就意味着。第2局是还回了一个5比3，对，还回一个5比3。虽然说大分依然是小分依然是亏的，但是大分起码是1比1了。到第3局是有一个一局决胜负的机会。对啊，就是一种非常好吃的食物的名字啊。就不知道他这个光能不能打出来了，因为你对面的话也是占了几个 OBV 的。主要这个蜘蛛的手感，就这个时装手感非常好，确实，我会觉得，所以说是换到了月亮门，然后让监管者这边逼自己这边去拉到沙包，然后大房以及大门密码机就能修得更安全了。反正强分。好的，进入比赛画面啊，直接去先前期攒一攒蛛丝，然后找到自己想追的人。这套阵容的话，我觉得想追的还是心理吧，但是他这个走位的话是想往沙包里头去找一下小蝶。至于小蝶有2个不好，第一，他的道具有，他比心理难追；第二，他离前锋更近，击倒之后前锋不会放过你的。你追气象，那证明你自己的蛛丝可能要浪费的更多。对，而且你前期在你的蛛丝没有多少情况下，你就要开始架丝追了，而且很容易被他一个强锋去推走。
这里暂时还不敢叠。如果说是现在叠蛛丝的话，很有可能会被他的风啊，或者说云直接躲掉。对，不过这边是绕到了一些身距啊。这里是风，哎，哦，疯躲掉了！了，给到一刀，第一刀拿的飞快。是的，41秒拿到第一刀，前锋还在旁边。但还是那句话，前锋不会放过你的。是啊，这里前锋可能要帮忙了，得帮，不帮可能就要出事。再加一层，再使用哦，这一波强风是中了。是的，那但是小果冻很担心啊，对吧？小果冻过来了，他很担心。哎，这边没什么能架丝的点位，拉球撞到了，可以还在帮忙，但是有闪现啊。是的，但你如果交闪了，其实前锋就能一直帮了。确实全蹭掉了。对，看这个土能不能土到，如果能土到的话，能造成减速。是的，因为他身上已经挂蛛丝了，可以直接签，直接预判够，放下了。那前锋依然是走得很慢，还能再强行拖一会儿时间。对，其实可以不用拖了，浪费的蛛丝已经很多了，直接拉球跑。哎呦，想回头撞晕，但是还行吧，有心理。对，有心理能接受，还好是气象加心理的一个双保险。想再拼吗？直接牵起来了呀！这回头要打一刀击倒了，节奏可就不一样了。我觉得有点太拼了，感觉小果冻的心里没有自己，有点上头。只要是2层蛛丝，它的这个移速其实是比较偏快的，而且它的牵的速度也很快。是的，你前锋再想帮忙撞，而且你自己刚刚那个球量不是很适合。是，但是勇敢啊，只能说是勇气可嘉。是。这里等一下再牵一下前锋，可就打汽油刀了。感觉可以。这怎么躲呢？先打了一刀，这个球你不太好放，放了弹过去，再打，打空了。是弹过去的时候没有被那一刀打到啊。是，好惊险！这要是打到了的话，3个人全在椅子旁边。是的。哦呦，有化险为夷，那这样得化险为夷结束之前把前锋救下来。是。救下来之后直接换追前锋。因为现在前锋已经没有道具了嘛，飞轮刚刚也用过了。我觉得直接可以签火灾了呀，对吧？直接签火灾呗。他现在想要直接把前锋击倒，因为前锋是个2挂，他怕他在外边直接把那个化险为把那个移情给用倒。但是如果签火灾的话，场上就没有人敢修了。现在的话，反而你追前锋的话，场上是有人可修的。就比如说心理，他怕救火，对，他也再想击倒，觉得骗一下球，他可能觉得前锋也溜不了。是的，他觉得前锋溜不了我。然后球量刚刚已经明显的用光了。对。刚才的话就是小果冻他很奉献，你知道吗？对，真要放出去，他怕变成平局，因为你前锋外边还有一个心理，你到时候再把移情要到了，又是一个满状态的前锋。1次换挂可以接受，2次换挂恐怕就要被对方找到机会了。是，现在在守，由于现在已经是一个2挂了，那队友再想过来进行救援，那付出资源会更多。对，这边心理学家再次把火灾调查员的状态给调起来，这局心理学家也在背后默默的奉献啊。是的。火灾现在已经来了，先吃一刀，2个人一起来进行救援。是的，随便吐一下啊。哦呦，还好这个球放得很准，给顶断了。是的，蛛丝现在还不太够，上了。但万幸自己还有个闪现，现在就在偏距离，只要距离够的话就直接闪。哎呀，先被蹭到，再来一个前锋推走，开始打团。现在密码机还差1半。就看这个闪现能不能扛到了。如果这个闪现扛到了，这局其实机会真能有机会去打到一个4人开门战。再等翻窗过去就接闪，哎，打慢了。那这样机会确实来到求生者的手里。来到狼队这边了。对，现在还能帮我扛，堵住了位置。密码机要够了。对，过不去，密码机已经是8成了。是的。还要再卡，想换人，打到487，但这时候换人已经来不及了。对，92、93人是能牵起来的。小果冻已经准备好了，准备直接贴脸救。是的，或者说是直接接住移情，不过接住移情应该来不及。应该来不及，感觉来不及，准备直接贴脸救了，看能不能偷。那边密码机已经压好了，不守。哎呦，翻过来了。他想移情。心里这边的话也在移情，但是移慢了吧，或者说是有点着急过早了。等等啊，要移板了，不管，他直接不管了，卡住这个视野。这，他自己是带了回光返照的嘛？想博震慑吗？那你现在这一刀只要打了，他就会亮回光返照，想慢慢吐吗？得吐了，慢慢吐。
可是你要吐4口啊，他只要到了大房就会直接亮。是的，还要等，索性连吐都不吐了。这一波是在他想拖自己的技能，蓄势待发，但是你板子终归得踩吧，拖自己的传送。这板子只要盖了，他就会直接亮。哦，这边是1层4，1层土，还行。这边看能不能快速终结，终结的话还有机会保个平。这边是有幽闭恐惧的，没能蹭上，再补一下。这里直接能击倒。哦，那这样的话是有些机会的。是能传的。对，能传。对，现在门时间还有9秒，不敢开了。点了，哇！小明摸了个遥控玩偶，但是传过去之后，应该还是能找到一个的吧，至少。哦，这边路倒是没选错。这遥控玩偶现在给到了小蝶，小蝶到哎，等等，不对，坏了。他是觉得这边门口还有人，但遥控玩偶在这里一卡，你如果再找的话就要出事了。是的。直接走，看到这啊，那遥控玩偶作用没发挥出来，那边门开不完，溜过去开不了。对，暂时还开不完。看一下道具数量，手里都是空空的。想要去守门，他怕。补一下，其实直接追小明啊，因为小明他是3个人，就是心理嘛。对，心理学家他是本来就是白板啊，也不用想手里有啥，可以直接追。这击倒，追击倒那边门其实也能。能走，应该平局还是有的。回去点门就好了。这局怎么说呢？感谢幽闭恐惧，只能说。对，首先要感谢幽闭恐惧。啊，来得及，这个门能点开。现在其实就剩个9秒。对，只要苏达现在就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啊，就老老实实的守住这个人。是的。啊，那这局的话确实还是。等等，这边操控遥控玩偶，看能不能再去争到这一波机会，想要去偷。只要去守，其实就没有多大可能，但是他这个视野是越来越偏了。不能，真不能，这个不能这样打的，还是要在椅子旁边的。哦，这边再用3层蛛丝的一个优势博弈带走了玩偶，那另外2个求生者就要出门了。那这样的话保住这个平局，其实对于苏，他会觉得这个阵容关键点是谁？关键点是前锋。我拿使徒的话，我让你前锋选了等于白选，你给我老老实实修机去，对吧？但是前锋选出来的话呢？还是有一手撞救的作用的。我可以倒地的时候，我当然我拿你没办法。这可是使徒啊，去带一下吧。飞轮化险为夷，那可能就是2个人没有带回光返照了。我感觉纯化险为夷也行，纯化险为夷嘛，省掉自己的飞轮，那就只能打一个破1。你如果说是回光返照嘛，因为保平局也挺需要回光返照的。是。好的，进入比赛画面啊。这一局的话呢，承诺狼队夜雨的目标是要争一个3抓及以上，而 TE 的目标的话呢，只需要保平及以上就可以拿下比赛胜利。因为小积分这边他们是有优势的，这边使徒的天赋就是带了狂暴加快踩，然后底牌碗有大天赋。哎，上来也是直接找的神坠，看神坠这边牵制是怎么样。毕竟他自己带的是一个双弹，也正好利用这个天赋跟使徒拉开距离。是的，平地逼香了呀。是。先骗出来，想回头蹭刀，但是没蹭到。那这一刀可能会拿的有点快，这里一根需要有队友帮忙盖板，哎，没来得及，盖，那没办法，掉鸟了。但是他们都算是监管者这边赚，对他们就求生者这边反应也是很及时的，因为可能是提前要鸟了，前锋只是一个双保险，对吧？您能盖到自然好，盖不到就算了。这边放香水会把猫停留在原地，对，回能不能利用一个猫跳，非常漂亮，给到第1刀。夜雨这边的使徒安熟练度还是非常高的，对，再去找前锋，看能不能让前锋帮自己的一个忙。下一只猫咬住之后交闪现带走，然后再用一只猫防前锋啊，这一局就是这样。如果真是这样击倒的话，它是一个平局节奏。主要这板子不太好盖，只能拉远点，想直接撞。这刀也不给吗？他不敢打。不敢打，他怕打了之后这个神坠直接拉开了，毕竟他自己带的是个闪现。对，那这个闪现还是省不下来。哎呦，这个闪还行，还行，这个闪特效有点吓人，有点近。我的感觉这个，对，闪近了。对，没事啊，这个闪进石窟啊。对对。好，那个把这个人挂上之后，看一下前锋是不是要直接撞救，还是说卡着不救，还是说让心理来救，那就是卡板。心理救的话，我觉得就是卡板。对，最好是给个化险为夷，毕竟你只是个使徒。如果说是能过来给个化险为夷，外人密码机能更快一点。对，因为不用担心心理救不下来的情况，但是前锋是有救不下来的情况的。哎，你看心理这边过来的很早。哎，这不主动蹭一下吗？
不能卡了。要对打 AUA 的话，可就要那什么了啊，多丢一点状态。哦，不是 AUA 那还行，那这个人正常能卡完救，然后可能心里这边还不贪了，那就直接打神坠，因为神坠这边也是主动掩护队友，我就往你脸上走嘛。那接下来就倒到角落，然后让前锋过来卡其实就可以。对。 前锋把自己的密码机直接亮掉，前锋已经是修到了近9成了，等一下可以强亮掉之后再过来卡。不是前锋不努力啊，属实前期也帮了一下队友。对，这波我觉得前锋可以卡直接卖了，可以卖掉，不用救，真不用救，救的收益不大，因为他自己下来没有更长的牵制的时间，以及先知一鸟也已经用了嘛。对，现在小玉我觉得唯一救的可能性就是被发现，是啊，他就迫不得已去救。但如果说能无伤也行，偷，对。 如果说夜雨被偷了，自己这个节奏可能就要变一变了。小玉这边这个走位好像是要直接救啊，想试一下，硬给个化险为夷，把心里那边密码机给拖够也行，但是有风险哦，风险还挺大。哎呦，想撞晕了，撞到了，还能把猫给吃掉，那这样监控者只能搏一下震慑了，直接打了。这个猫回来的还有点姗姗来迟。等等，这好像还能保一保，因为自己还有半颗多的球，再撞，板子那一盖到对面去了。 调阳师现在直接进大房，这猫不太好放。哎呀，自己这边已经切到了传送，前锋如果再拉个球再撞，哎呦，调阳师直接活了。下板交互撞。对，现在密码机就差个中场的，只要能冲到中场密码机，只要能贴到密码机就够了。一个蓄力刀被博弈到了，是这边直接翻。前锋还有3分之1的球，再撞，不敢打呀。 96、97、98，密码机已经压好了，而且全员回光返照。是海盗这边技能进 CD， 击倒直接点亮，但是把猫吃了，但手里的没有跳啊，是根本追不上。手里跳马上好了，就这个猫能不能猫也掉了要？还好猫掉了，猫掉了，那没办法。是的，哎呦这边门也要这边还卡住了模型，还在拖，这里还能拖到一定的时间，没办法了。 那这样的话，另外3位求生者出门，直接传送过去，也是拦不住的。2个人在这边，另外1个人点另外一侧门，是直接完成了一波3跑啊！哎呦，这小玉的这个前锋打得跟个监管一样，打得好凶啊！关键先生，知道吧？只能说是关键先生。对他每一波球其实都拉到了一定的作用。神坠直接爬到椅子旁边，让他挂他。我被恫吓了，是没毛病，在地上也确实被恫吓了一下。你就说有没有使徒吧？ 确实有使徒，我被恫吓了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随着这波3跑也是要恭喜 TE 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胜利。那么本周的2场比赛的话呢 ，TE 就保持了全胜。是的，保持了全胜，而且2次小玉是真。